大家好，我是小江老师。很多人都听过知识型 YouTuber， 就是他会分享你不知道的知识，让你知道。今天我们也要分享一个非常厉害的知识给大家，就是担任斜口钳，它最大的秘密就是它是单一个刃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MadeWorks 的小江老师。终于又来到了我们工具开箱的时间了，没有错，今天就是要开箱一个每一个人做模型都一定会用到的斜口钳。今天我们就会分成4个部分来帮大家介绍斜口钳。那第一个，大家对斜口钳最大的疑问呢，就是单刃跟双刃有什么不同？第二个呢，就是如果你买了一个新的斜口钳，或者是我们厂商收到斜口钳，是怎么去验收跟检验呢？第3个部分，斜口钳使用上到底有哪些注意事项？第4个部分，我们会教你一些斜口钳使用的撇步。今天的内容大概就是这些咯。那我很喜欢买这种模型套件呢，送给小朋友去玩。玩的时候呢，就会发现一个问题，就是你每次这个打开呢，它一定是在框架上面。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如何正确的取下这些零件吧。那我们现在就来把它剪下来吧。那我们剪下来的时候呢，就会发现，如果你贴平着零件剪，那可能就会有严重的白化，甚至是呢缺漏的现象。那为了避免这个情况呢，我们通常喜欢使用2段剪的方式，就是我们距离这个注料口远一点，然后把它剪下来。那2段剪呢，就是第一段我们只是把零件取下来，那第2段的时候呢，我们再来把这个注料口再清除多一点。可是这个时候呢，你不能完全贴平着零件去剪，那么就会跟刚刚一样的白化现象。所以我们要距离这个一点点，再来把它剪断。那这个时候呢，还会剩余一些这个注料口，我们就得换笔刀来把它修掉。OK， 那用笔刀修饰的差不多以后呢，我们再来用砂纸来把它做一个研磨的动作。那通常呢，我们可以用320号的砂纸或者是400号来把这个最后剩余的这个注料口再把它磨掉。那320、400磨完以后呢，就依序使用600啊、800啊。还有1000号，你就可以完全的把这个注料口磨平。一切看起来呢是这么顺利的，自然就把这个注料口磨平了。可是呢，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，我刚刚用了一个东西呢，叫做笔刀。对小朋友来说呢，使用这个东西呢可能是比较危险的，尤其是你要距离你的这个手这么近啊，然后把这个注料口清干净的过程，那小朋友就比较容易受伤。不要说小朋友，甚至连大朋友，还有我自己，都曾经被这个笔刀割过。所以呢，今天我要跟大家介绍的，除了斜口钳，还有一个东西叫做单刃斜口钳，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了。那什么是单刃斜口钳呢？是它一边是刃，那一边是平的，那就像那种斧头铡一样，就是它是刀子这样子砸过去一个平台，把这个注料口砸断。那双刃呢，就是2边都是刃，那它是用这种双侧挤压的方式把这个注料口剪断。那它们个别有什么好处？我们来看下去吧。那我这边呢，先示范一下单刃斜口钳的使用方式，跟刚刚双刃有什么不一样？那单刃斜口钳的使用方式呢，我们一样会使用2段式剪，把它剪下来。那剪下来以后呢，我们可以看现在注料口还很大。我们使用单刃斜口钳的时候，几乎是可以贴平着去剪这个注料口，可是你还是要注意呢，要留一点点距离。那这时候注料口就会很小，那我们就可以去用砂纸的部分呢，去把它磨平。那因为注料口很薄，所以跟刚刚最大的差别呢，就是你现在几乎是不需要用笔刀。那这就是单刃斜口钳最大的好处，就是我们只要用一把斜口钳，你就可以做2段式剪，然后呢把注料口完全去除干净。那刚刚这个注料口的地方呢，400号磨完会有一点点磨痕，
我们就依序呢，一样是400号、600号、800、1000号，把它整个做一个这个整平的工作。通常呢，你注料口如果是剪到这个状况，就是400号，然后600号，再磨到1000号，它在喷完消光器以后呢，它看起来就会是一个好像没有被磨过的零件。那即使是你速组做到这个样子，都会很漂亮。所以我们会发现，当你使用这种入门款的双刃斜口钳，你可能还要搭配笔刀来使用。那你用这种比较好的双刃斜口钳，是有机会把这个注料口一样剪得平一点，可是呢，多多少少还是会出现要搭配这个使用笔刀的状况。那我们就会推荐小朋友啊，或者是说你比较想省时间的，那你就尽量使用这种单刃的斜口钳。没有错，就是这把救急神之手。那相信我模型的朋友一定都听过它的名号。那这把斜口钳真的很神，那它唯一只有一个缺点，非常贵。所以 MAD 呢，大概花了3年的时间，我们去调教一间斜口钳厂，它终于为我们设计出了这个单刃斜口钳。那大家一定很好奇，我们收到这个东西是怎么做一个完整的测试？好，那我们现在先准备显微镜吧。通常收到这个产品啊，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帮它做外观检验。那外观检验，我们用目视看呢，会有很多东西是看不清楚的，所以通常呢，我是习惯用显微镜来做外观检验。第一步呢，我们一定是先把刀子先密合起来，看一下它的密合度。那如果说你没有显微镜这种东西啊，你可以直接对着天花板做，然后看你这个灯光呢有没有漏光的现象，代表这个斜口钳它的密合度是 OK 的。那第二步呢，我们就会来看一下这个刃口它是有没有平整的。通常会在收到斜口钳都还没有使用的时候呢，做一个动作，就是我们来把斜口钳架好，然后拍一张使用前的照片。那我们使用显微镜观察完刀刃以后呢，我们暂时呢就可以让显微镜去旁边休息了。那再来，斜口钳虽然你看起来是密合的，最重要的点是什么呢？当然是它好不好剪。那好不好剪，我们就直接剪看看。我们还会做一个动作，剪一个塑胶柱子下来做测试。那我们剪下来的这个塑胶棒呢，大概是2.96mm。好，那我们就来实际剪看看喽。这种薄片呢，如果你剪得出来，就代表这个锐利度呢是够的。那有时候呢，你实际在剪汤口的时候啊，你也会发现说，这种注料口的这个屑会卡在这里面，那你不要让它卡到刀刃，那是很危险的，就是有机会伤到刀子。那你可以剪3mm的圆棒，那你剪这些更小的这些注料口啊，一定是完全没有问题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做完了初步的测试，那大家一定会觉得说，啊，你剪那么少的注料口，当然很利啊。那如果它剪完一整盒 MG 大小会怎么样？我知道大家一定会想看这个，所以呢，我们已经买好套件，就是它，我们来把它整盒剪掉吧。但是这段太长了，我们用 GoPro 来记录吧。
剪了3天3夜，终于把它剪完了。那剪完以后呢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要做，就是再一次呢，你要去观察这个刃口的状况。所以呢，我们再次的要请显微镜再次登场。好，那剪完这么多注料口以后啊，我们一样先做一个密合度的测试，看有没有造成缺角啊、崩角啊，然后导致这个漏光或者是已经不够密合的状况。OK 的话，我们一样就是在拍一张照片做记录。那我们可以借由照片的观察，这个密合度还是非常的好。那背面检查完以后呢，我们一样翻过来这个正面呢，再做一个检验，然后一样我们再拍一张照做一个记录。那我们可以从正面观察到，不管是正面或背面，这个密合度目前的状况还是很好。那检查完密合度以后啊，我们还是一样来拍一下这个刃口有没有什么严重的毁损。OK， 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看到，即便剪完这么多的零件呢，这把斜口钳它的刃口还是非常的完整，没有什么受损。第二个部分呢，我们测试了非常久，有显微镜的外观检验啊、密合度检验啊、刃口的检验啊，那做了这么长的测试，相信大家都已经看到 MAD 这把斜口钳一定可以符合各位平常制作塑胶模型的需求。当然啦，如果你要拿来剪菜啊、剪钢铁啊，那它一定会坏掉。小江老师，你不是说要开箱吗？我怎么都没有看到开箱？哦，好吧。如果说开箱一定要有画面，那我就把今天要开箱的斜口钳先装到箱子里面。好，开箱。那斜口钳使用注意事项的第一点就是速度。那什么是速度呢？就是说我们剪切下去，如果你很快的话，跟这种慢慢剪，是会有不一样的。那如果你使用的速度越快，有时候呢你没有对好，那它就会比较容易造成这个斜口钳的损伤。尤其是呢，如果你剪到这种特别大的注料口的位置啊，最好是将速度稍微放慢，让这个刃的受力呢是比较平均的，这样子比较不会有折断的风险。再来呢，无论是哪一把单刃斜口钳啊，它的前面的尖端这里一定是比较薄的，那中间呢会比较厚，所以呢我们在剪的时候呢，最好是在用中间这个位置，你就可以做出比较轻松的剪裁。那如果你是用后段，你会发现这个注料口呢会卡在这边，剪不下去。那这样子，如果你硬剪呢，你就会把刀刃破坏掉。那我们在剪零件的时候呢，尽量跟它是一个保持一个垂直的状态，这样子剪起来会比较轻松。然后，如果你的角度太大，那你有没有注意到这样的剪切的这个面积啊变很大？那也会造成斜口钳呢是比较大的负荷。再来呢，无论我们使用哪一款模型的斜口钳啊，通常它是不能拿来剪这种钢铁的。如果你这样子硬剪，看，那你的斜口钳就会变成这个样子。透明件啊，跟一般塑胶的材质也会不一样。然后像这个呢，已经完全超过3mm，你还没剪下去，你就知道这一定会对斜口钳造成很大的伤害。哎呦，还好它是软胶的。哦，崩角啦，等一下拍照给大家看。所以啊，只要是单刃斜口钳呢，最好还是不要剪这种透明件啊，或者是这种外径过大。所以无论你使用哪一个品牌的斜口钳呢，你都要注意不要拿去剪一些特别硬的材质，透明件啊，
或者是很大块的 GK。单刃斜口钳它最适合的就是用来剪塑胶的注料口，仅此而已。所以啊，经过以上的测试啊，你可以发现，无论你在剪切上的速度啊、角度啊、距离啊、材质啊，都有一些特别要注意的事项。第4个部分呢，我们还是来分享一个斜口钳使用的小配方给大家。再来呢，我们讲一下剪切的零件颜色有什么影响。像这种白色的零件呢，它的白化呢是比较看不出来的，所以呢，你这个剪切的时候呢，可以离零件近一点没关系。但是呢，如果我们把它换成蓝色的零件，那蓝色的零件白化呢，就像这样子，一定会比较明显。那么你就必须多留一点点，用磨的磨下去。那你看现在这边有白化吗？那我们把它磨完以后，这个白化是会消失的。再来呢，分享一个小小的 tip 给大家，就是你可以在这种单刃斜口钳后面呢，两边都贴上这个刻线胶带。当我们贴了这个刻线胶带上去啊，完全用斜口钳压平去剪的时候呢，它会预留的这个厚度呢，就几乎等于是刻线胶带的高度。那即便这个时候有白化的现象，因为你有预留厚度，所以我们等一下磨掉的时候呢，这个白化是会跟着消失的。那这样子喷完消光器以后呢，它就会看起来像是没有被磨过的零件，非常的漂亮。好，所以今天的结论就是说呢，如果你的预算有限，你也可以使用这种一般的斜口钳。那如果你的预算足够，那你就可以去买1-2千块的神之手啊。然后如果你的预算呢只有600-700块啊，那在这个区间，你就可以考虑呢使用我们的这个 MAD 的斜口钳。那我自己测试的结果呢是还蛮满意的。那我就是当大家的第一关的评检。所以我们今天的工具开箱就到这边。那大家还想看我们开箱什么工具？留言让我们知道。下次见，拜拜。1个汤口，2个汤口，3个，4个，5个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小娟老师，你这样子要算到什么时候啊？那我们要征求义工来帮我们算了，不然我真的算不完。拜拜。用这个收集注料口真的是超级有成就感。好，真的拜拜了。